应用在歼35战机上的黑科技有何厉害之处？为何能给歼35减重？美国3次求购又为何遭拒？随着中国的歼35战机的问世，中国新一代舰载机之争也算是告一段落，使得歼35战机打败歼20战机，成为中国即将问世的003航母的新一代舰载机。而关于中国歼35战机到底有多牛，这个话题也是在网上引起了热议。而且据悉，由于中国的歼35战机的机体设计采用了中国的一项黑科技，才使得中国的歼35战机有着超强的隐身性能，而且还与美国 F-22 隐身5代机处于同一水平，甚至还能实现反超。那么中国歼35战机的机身做了怎样的改变，使其具有如此强大隐身性能？而中国在歼35战机的设计中采用了怎样的黑科技？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我们先来看看中国歼35战机机型的发展历程，而歼35战机的前身就是 FC31 战机，而 FC31 在此前也是经历了一段逆袭之路。了解中国 FC31 的朋友都知道， FC31 战斗机之前出过2个版本，一架是 1.0 版本，另一架则是 2.0 版本。FC31 胡鹰 1.0 版双引擎隐身战斗机是在2012年10月首次亮相，当时这种飞机的原型机进行了首飞，没有获得海军的青睐，然后沈飞就对 FC31 战机进行了改进，从而建造了2号原型机。2号原型机在2016年首飞之后却依旧没有获得中国海军的青睐，所以经过沈飞的不断探索与发展，就在 FC31 的基础上推出了 3.0 版本，那就是这款歼35战机。而且相比较前面的2个版本，这款歼35也是做了巨大的改变。首先是对外形进行改进，主要是改机翼，机翼的翼展要大，后掠角可能会减小，翼面积要提升，这样减小它的翼载荷和低速飞行时的诱导阻力，提高低速飞行的升力系数。另一个是要换装效率更高的增升系统，比如襟翼，需要将简单的放下式襟翼改成后退式的开缝襟翼，它的增升效率就可以增加很多。那么翼展和翼面积扩大之后，它占用甲板的面积也必将增加，这时候就需要折叠机翼，节约下来的面积就可以尽可能多的摆放更多的舰载机，以扩大航母上舰载机的容量，扩大航母的使用效率，从而就使得歼35的战机可以发挥舰载机的最大优势。而对于歼35较大的改变就是其在外形的设计上，而采用的这项黑科技就是中国的 3D 一体化打印技术，而就是这项技术就可以使得达到让歼35战机减重的效果。而随着歼35的大幅度减重，就可以大大的节省飞行成本和大大的提高飞机的隐身性能，从而能够实现一举两得的目的。而这就得益于中国在 3D 打印机床技术的突破与发展。虽然中国在高档数控机器机床的发展上较西方发达的国家还较为落后，但是中国的 3D 打印机床技术则是机床行业的一大技术革新。中国此次的铸锻洗一体化 3D 打印机床是将打印技术和传统的锻造、洗削、车削技术融为一体，并且可以使用多种不同的加工方式对零部件进行加工，从而获得最佳的性能和精度。用这种车床制造打印零部件，就不需要再对零部件进行表面加工。在 3D 打印制造零件的同时，机床内的其他加工设备也可以实现同步对零部件的表面处理，从而最终能直接加工出精度符合要求的零部件。中国的 3D 机床打印技术相比于传统的 3D 打印是结束后再进行表面加工的方式，而中国此次的 3D 打印机床技术就可以极大的减少零部件的加工时间和成本。而中国的这款 3D 机床打印机就为打造战斗机、航母零件而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而这也助力中国歼35战机的研制发展。那么中国的 3D 打印机床技术是如何应用在战机上的呢？据悉，从整体上来看的话，实现该技术需要注意到2点：构型拓扑化和化零为整。而对于构型拓扑化，其实质就是减重，其关键就在于应用拓扑优化技术，将材料根据整机的载荷要求集中在最为有效的一块区域。这样一来的话，载荷载重会更均匀，材料的利用率也会得以提高。当然，最重要的是，这种轻质高效的材料布局就能够实现在一定程度上的减重。而对于化零为整，简单来说就是一体化的概念，具体表现为对飞机结构进行一个针对性的优化设计，尽可能的使其成为一体。而这样一来，像这种铆接螺栓、铆接加厚处
以及一些为避免发生变形的加厚部件都可以直接被省略了。与此同时，这飞机的制造效率也会被提高。毕竟此前的飞机需要将各个零件组装在一起，过程十分繁琐，而现在有了 3D 打印机床技术，就可以通过一体化来一次完成。显而易见，这不仅仅是几百道工序变成1道工序的转变，而是在降低成本的同时，还提高了飞机的产量。因此，中国的 3D 打印机床技术就完美的应用在歼35的研发上了。而通过 3D 打印机床技术，就能都对歼35战机实现大大的减重。鉴于歼35战机使用的是 FC31战机的外壳，因此通过 FC31战机的空重，可以大致看到歼35战机的空重。据悉 FC31战机的最大起重28吨，最大载弹量8吨，内油重达 8.278吨。而推算下来的话，其空重大约会少于12吨。那如果将这些数据联系在歼35战机身上，我们就可以预测出歼35的空重不会超过14吨。而且加上 3D 机床打印技术的应用，使得歼35战机的飞机结构有了针对性的优化设计，而就使得歼35战机被设计成为一个整体。再通过 3D 打印机床技术直接将歼35战机打印出来，而这样做就是为了省去绝大部分拼接机构，包括铆接螺栓，为承受集中应力而加厚的铆接加厚处，为避免焊接变形而加厚的结构件等，从而使得歼35战机的空重大大减少。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将歼35战机的空重少了，但是在结构优化的前提下，歼35战机装载的设备却跟这些同级别的战斗机没有多少偏差，甚至是旗鼓相当。由此加上歼35具有后发优势，其装载的先进设备、外形的隐身优势，以及领先世界的隐身涂料，因此使得歼35战机的一体化机体设计处于世界一流水平，从而也使得中国歼35战机的隐身性能可以与美国 F-22战机处于同一水平，甚至有可能实现反超。而中国歼35战机的一体化设计能够极大提高建造的效率，节省成本，而且也能够使得在运送战机的时候，可以不再将战机零件拆分后一个个进行运输，而是可以直接运输整机，这也大大提高了运输的效率，节省了运输成本，为歼35战机上舰提供了便利。既然这项 3D 打印机床技术这么厉害，为何美国不采用呢？现实是不是美国不用，而是美国不能。因为美国国内根本没有这项技术，所以美国就算是想用，那也没得用。因此在中国掌握了 3D 打印机床技术后，美国曾3次上门求购，但中国都以技术保密为由拒绝了。而就是因为中国掌握了这项 3D 打印机床技术，才使得在歼35战机上能够应用这项技术，因而使得歼35战机的结构重量将有很大幅度的下降，带来隐身性能的显著提升，也使得中国的歼35战机可以与美国 F-22战机相媲美，这将会助力中国空军的发展。